我们将来谈眼睛，为什么要谈眼睛呢？因为我现在周边很多的朋友现在真的深受眼疾之苦。本来我们都觉得干眼症是一个小毛病吧，但你知道吗？我前2天在开车的时候，开到一半的时候，我眼睛一直在流泪，流泪以后我根本没办法开下去，不然开下去的时候我就在停在旁边，而且这种状况干得越来越频繁。本来都以为说干眼症是一个小毛病，可是没想到对我已经造成极大的一个困扰。那只有对我造成极大的困扰吗？没有，我现在周边的朋友越来越严重。那很多人讲说，那台湾是一个高度近视的国家，高度近视的国家里面，我透过了所谓的这个雷射，我透过这个眼睛的这个手术，我是不是就可以把它解决了？但问题可能没有这么的简单。那我到底该怎么保养我的眼睛？而且台湾现在眼部的疾病，我们刚刚讲的干眼症，居然是荷兰的13倍。这么严重的眼睛问题，我到底该怎么保养？我到底该怎么样来照顾自己，让我的晚年或者让我的眼睛能够持续的使用呢？好的，今天我们非常特别，是我今天多了一个这个所谓的助理主持人希姐。嗨，我是希姐，宝杰哥好。好，那我们今天又邀请了眼科的医师这个钟佩珍钟医师来跟我们讨论，然后说今天我怎么样来保护我的眼睛。宝杰哥好，希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那钟医师我刚才讲的是我本来以前都以为说干眼症是一个小毛病，因为你知道我们其实在电视工作，因为那个强光的关系，你知道我第一个知道干眼症是李艳秋，因为你只要看到李艳秋戴眼镜就知道他那天干眼症发作了，干眼症严重到他没有办法戴隐形眼镜。那我想说我们说眼镜就是不戴眼镜嘛，没有那么严重嘛。我一直到我前几天，那我开车开，我就一直流眼泪，一直流眼泪，那我眼睛根本就睁不开。那你说只有一次吗？没有，后来就有一点开始频繁，就是我有一次开车会变怎样？我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我可以有一只眼睛比较严重，有一只眼睛比较不严重，所以我就开车的时候我就要这样子闭着眼睛这样子慢慢开。那有一次我吓到，就是我要停在旁边，所以我一直以为说干眼症只是个小毛病，干眼症你只要点人工泪液，干眼症你只要休息一下就好。可是我没有想到，当我在开车的时候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对我的这种威胁是那么样的巨大。真的，其实干眼症在台湾很常见哦。你走在路上啊，4个人就1个人是干眼症，就一个。对，包括我也是。像你也是干眼症。刚刚宝杰哥的经历的这个流眼泪、泪汪汪，其实这个在我们病人或我自己，因为就像宝杰哥说的，因为我长时间在显微镜下，那因为我们的工作环境也很亮哦，因为显微镜也很亮，对，所以有时候工作时间久，那我们身处在那个开刀房，湿度啦都很低，所以有时候真的是开到后面。我真的会不自主，我眼睛是打开，但是眼泪就不自主，泪汪汪。对，那为什么会这样？那个是因为眼睛已经干过头，就是干到极限。因为我们正常的眼睛啊，它是有一个泪膜，就有点像地球有一个防护罩。对，那它是有泪液啦、油脂层来保护我们的角膜、我们的眼表层。可是呢，当你太专注。像在开车的时候，你的眨眼次数会减少。对，像有的人看手机啦，或者是看电脑，或者是玩 game 的时候也会哦。像我开刀也是，因为我们很专注，眼睛张很开，所以你的眨眼次数会远少于你的平均次数。我们大概1分钟眨眼，正常人大概10到12下。所以大概5到6秒钟就眨一次，就是要换气的意思。可是你很专注的时候，像开车，统计起来1分钟眨3到4次。对，所以你大概10秒钟你都没有给它就是休息，你的泪膜就没办法补充。那这时候呢，它就只好启动一个叫做防护机制，叫做反射泪液，它赶快补充水，让你泪汪汪。因为它再不补充，你角膜就要干过头，要破皮了。可是我觉得看到一个数字，因为我就是因为干眼症的关系，我当然去了解了一下，才发现说，原来我们台湾干眼症的比例人口数居然是荷兰的13倍。是，这个数字也太可怕吧？为什么台湾有人讲说这跟你的空气环境有关？因为我以前骑摩托车，我以前骑摩托车其实偶尔就会这样子流眼泪，可是我觉得过了就好。可是到了这个年纪，我就觉得它会越来越严重。那你有碰过说那个干眼症已经对他的生活造成什么样影响吗？真的。确实我们干眼症啊分2大类早期我们对干眼症的认知都是缺水，所以你会觉得说，我只要补充泪液啦，这件事就解决了。对，但是在比较先进的尤其是有空污，就是我们的空气品质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下我们发现呢，缺油型干眼症比缺水型远远高出许多，尤其是在比较年轻用眼的这个族群。对，所以以统计来说，86%
的干眼症，是因为睑板腺功能障碍。睑板腺就是我们眼皮啊，我们翻开上下眼皮有好几十管的睑板腺，对，那它的功能是来分泌油脂。油脂为什么我们女生擦保养品都这样？你上化妆水完，你是不是要擦乳液？对，不然很容易就干。所以我们的水需要有油来锁它。那这个油呢，它需要一个品质好的油。对，那正常的油是像橄榄油清澈的油。它不但提供你锁水，而且还是一个透明的，让你视觉不会模糊。但是当你有睑板腺功能障碍，这个86%，就是走在路上10个人，大概有8到9个就有这样的问题。那他会觉得，早上起床眼睛会红红的，然后容易掉睫毛，视力模糊，而且很容易产生眼屎。都在讲我，都在讲我，是我本人。这个其实就是我早上就这样，我早上起来就是一层薄薄的眼屎在旁边。是，那如果这样的话，因为我会去干眼症嘛，是，而且我去做了那个试纸的检查，是试纸的检查是它严重到那个没有任何的呈现，那我就去点眼药嘛，他讲说好，那白人跟我说健保，那我说健保药会有防腐剂，那我就去买一管一管的内衣，一管一管内衣，我花很多钱，你知道吗？我就一管一管内衣弄了以后就没有用，没有用的意思就是说搞了半天我是缺油的。所以我一直听起来是复合型，缺油又缺水，所以我光点那个人工泪液是没有用的，因为只有补水，那你的油没有出来锁水，而且它的品质不佳，对，所以这些油不但没有帮助，还来乱，因为它油有点像我们煮排骨汤，我们煮排骨汤油的那个上面会一层好像渣渣沫沫，对，我们的睑板腺如果发炎，产出来的油脂就是像那样，所以它不但没办法提供锁水的功能，它还会就是干扰你的视觉，会让你眼屎就这么来的。对，就是你会很多就是眼睛的一些分泌物啦，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尤其在眼头，然后你会觉得糊糊黏黏的，看东西的视觉比较差，品质比较差。其实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叫睑板腺功能障碍造成缺油型干眼症。可是因为刚刚有讲泪液测试也少，所以缺油又缺水，其实这在我们干眼症族群比例很高，大概50%，就是这个干眼症的族群里面10个人就有5个既缺水又缺油。那我为什么这么惨呢？我是因为强光吗？是因为干燥吗？是因为专注都不眨眼睛吗？我到底什么样的状况？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搞成今天这个样子？这些都会，我都会。对，就是不管是体质上，工作压力大、强光，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环境污染，或者是譬如说我们有的人骑摩托车外送，就是常常在大都市住在台北市啦、新北市这样的族群，因为空气品质相对没有那么好，所以这件事也许搬到譬如说阿里山上去就好了，对，合欢山上去就会好很多啦。那可是我还是要在台北工作，我还是在台北生活，那我该怎么办？我看过您曾经提过，就是说你要主张吃蛋，吃这个鲑鱼，然后要吃这个花椰菜，你要吃花椰菜。可是我也都吃啦，我每天早上吃2颗蛋，因为我有重训嘛，我每天吃2颗蛋，那我也吃鱼油，可是我觉得我就是时好时坏啊。饮食当然是一个保健其实饮食里面对干眼症缓解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叫 Omega 3其实就是我们一般听过的DHA、EPA、ALA 之类的。那当然吃鱼是一个最重要的来源大概以日常保养来说啦，每天大概吃手掌大小3份就是每1周吃3次，一周吃3次，对，最少吃3次。我要吃鲑鱼，你想鲑鱼、青鱼、秋刀鱼都可以吗？只要鱼的油脂含量丰富像青鱼、秋刀鱼，它这一类的油脂它的含量很丰富。那因为它的 DHA 其实就是 Omega 3，主要是存在这个鱼油的成分相对多，当然鱼肉什么也有。但是就是以油脂丰富的鱼类，但是我是觉得没关系，只要是鱼，相对喜欢吃都 OK， 优于特别去挑某些。对。那除了饮食保护之外，我觉得最重要一项是清洁。因为我们刚刚说眼睑的发炎其实源自于就是你有很多空气污染源停留在我们的这个眼表层所以我其实都会建议有眼睑炎的这个病患，就是说要早晚洗面乳、洗面皂打成细致的泡泡，睫毛一定要洗到。很多人睡前都会洗睫毛，对，但是早上起床，因为可能时间比较仓促，但是会比较疏漏掉这一部分，所以我会建议早晚都要洗，因为你早上起来其实是你眼睑炎症状最严重，
所以那个洗面乳、洗面皂细致的泡沫要轻轻的要洗到睫毛的根部。对如果说有上眼妆啦，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贴假睫毛啦之类的就是民众就是这个更要清洁干净。对，就是这个是基础的第一步骤。宝杰哥，我要分享一下。要分享一下。对，因为刚刚钟医师，因为你很严重的干眼症。对，因为刚刚钟医师提到就是化妆这个部分。那我先讲一下我的个案好了，就是我大概小学2年级就戴眼镜，因为我就是很喜欢坐在电视机前面就是看电视，然后或者是窝在棉被里面打电动这样子。对，然后大概5年级就600度，然后那时候就是5年级就600度。对，因为然后那个镜片已经厚到不能再厚。那时候是爱漂亮的年纪嘛，所以就开始戴隐形眼镜。所以我从小学6年级就戴隐形眼镜，然后一路戴到大学。所以但是那时候我已经1000度了，然后我的闪光来到100以上。对，可是因为那时候我还去国外念书，因为整个天气都很干燥，然后可能常常熬夜啊，或者什么眼线已经忘了拔，就干到不行，最后真的戴不上去。然后就做了雷射手术这样。对，但是雷射手术之后，我的眼睛就开始出现刚刚医生讲到，就是干眼症的各种问题，就是你已经是点了就是眼药水都没有什么用。对，然后后来开始就是比如说刚刚提到化妆嘛，之前我有接那个假睫毛，对，那可能就是在清洁的部分上也没有那么注重，然后就突然开始我长针眼了，就有天早上起来就是眼睛张不开，然后就是痛痛的、刺刺的，然后还有很多分泌物这样子，是针眼，从来不长针眼的，我竟然长针眼了，然后去看医生之后，医生就说你这个就是眼板腺的那个发炎了，对你不是，其实它不是针眼，它其实是你的眼板腺整个功能已经失调了，对，所以就很惨，然后就开始，那你现在怎么办？我现在就是开始假睫毛不接了，然后注重清洁。就是刚刚医生讲的，比如说那些清洁的那些泡沫，其实市面上都有在卖，那种一罐一罐的。然后每天早上跟晚上回去卸完妆之后，一定要清洁。对，洗睫毛洗到一个不行。不是有人讲说，这干眼症好像也有性别上，女生的这个干眼症的比例比较高嘛？如果以女生，因为它是跟荷尔蒙有关，所以它这个缺水型确实是因为停经后妇女在缺水型干眼症这一块比例相对比男生高，但是在缺油型是不分性别。因为像刚刚讲，就是眼睑发炎，清洁当然很重要，那当然适当热敷也很重要。对，那大家也不要那么绝望，其实眼睑的这个问题，其实现在也有治疗可以做，有解。就是我们有仪器可以针对睑板腺障碍的这个腺体来做治疗。好，那这我曾经听过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你眼睛不好，那你就要吃叶黄素。那什么叫叶黄素？你就找一些黄色的东西。所以我每天早上我要吃蛋黄，我每天要吃玉米。然后呢，我吃这些东西有用吗？其实叶黄素迷思它不是真的在黄色，它其实比例最高在深绿色叶菜类。深绿色所以要吃花椰菜。所有的叶菜类，比如说菠菜啦、地瓜叶、小白菜，就是只要都有吃啊，鲑鱼啊、绿色蔬菜。可以，就是每天吃3份，煮熟后像拳头大小的深绿色叶菜，煮熟后因为叶菜类煮熟它会缩水，对，所以每天基础的保养大概吃3份，大概有摄取6到10毫克的这个叶黄素。对，那刚刚说的像蛋黄啦，黄色的一些食物也有，但是它有一些是叶黄素，那有一些是玉米黄素，所以它们食物来源不太一样。对，但是叶黄素跟玉米黄素比较针对是视网膜的保护。那我们刚刚讲的 Omega-3是比较针对抗发炎，像干眼症这样的缓解的效果。那我们之前讲说，有人讲说 Omega-3里面吃那个油，可是觉得不够，其实就看到有一个有一个鱼油的公司，他就觉得那个量不够，他就自己做鱼油。所以比如说，好，我就算是要去买保养品，我要去买这个所谓的健康食品，我其实要去注意到说它的量跟剂量，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然我吃了半天也没有用啊。对，钟医师，我吃过一堆鱼油，就市面上念得出来的我都吃过，然后就好像也还好，就是体感上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改变。对，其实鱼油就是以 Omega-3 来说，有分 DHA、EPA、ALA。对，那 DHA 比较针对是眼睛的保养，比如说视神经啦，还有一些就是黄斑部的神经构造的保养。那 EPA 其实可能大家相对听到比较多，因为像心血管它是有点抗凝血，就是抗心血管疾病，所以很多人想说，为什么干眼症是吃鱼油？它不是用来预防心血管疾病？其实它们都是叫 Omega-3，所以干眼症是要吃鱼油。
对，吃鱼有，但是就说 Omega 3来说，大概400到600毫克每天啦，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们那个保健食品的剂量，有的是一天吃1颗，有的我小时候听过一个，我一定要问你，是我小时候常常听他说，你把酒不好哦，吃枸杞，吃枸杞爆把酒，是真这样吗？枸杞其实是维他命 A 啦，因为它是红色，这些都是护眼营养素，但是效果当然不一样。那维他命 A 是比较针对就是角膜修复，跟干眼症也有点相关，还有夜间视力的修复，对，就是夜盲症这之类，所以它当然适量补充，但是在很多食物上，其实维他命 A 还蛮容易获得，因为像植物很多有贝塔胡萝卜素，它到体内它会转化成维他命 A。那像食物上有一些像内脏啦，或者像牛奶，它其实有一些维他命 A。对。那它就是本身就是我们刚刚讲预防干眼症，还有夜盲症，对，它们都是护眼的不同的营养素，对，各司其职这样。那我现在光吃食物，其实就是够了吗？我觉得其实大家也不要那么担心，我觉得基本上就是饮食均衡，摄取各类各色的蔬果。对，就是各种食物、各种颜色，它有各自的抗氧化营养素。对，那当然像以肉类来说，我当然比较提倡就是鱼鱼它毕竟是一个 Omega 3DHA 最主要的来源。对，但是就是说如果在没有大问题下，均衡饮食，不要挑食，这个是最高原则。但是譬如说有的人有黄斑部病变，像干眼症，那当然你可以针对特殊的问题去做适当的一些营养的补充，我觉得这个也是 OK 的。那我要怎么去选呢？我是个外，我有什么样的状况，我要什么样的状况，我要吃什么样的这个营养品呢？如果譬如说干眼症的状况，那当然我们就是补充 Omega 3，对，就 DHA 啦、EPA 这样的保健食品。对，那像什么虾红素啦、花青素，这个也都可以。基本上要念那个护眼营养素还蛮多，维他命 A、C、E 对都有，对，什么贝塔胡萝卜素然后像Omega 3、花青素、叶黄素、玉米黄素然后或者是什么微量元素锌铜，这个其实在我们的护眼里面，它有各自不同的效果。对，那我觉得天然的食物均衡的摄取，可能某一些食物的食材它不会是单一营养素，但是如果你都均衡的有补充，基本上可能这些在每天的剂量相对来说是够，但是前提就是不能挑食啦。但是钟医师，我们现在真的是很忙，你知道，有时候一天3餐根本吃不到3餐，可能只吃到1餐，对，然后根本就是没有办法说每一餐都吃到那个量，当然是尽量啦。像我自己午餐就一定会去挑那种鲑鱼便当，对，然后里面一定会有就是水煮蛋什么的，然后花椰菜啊，然后早餐我也会加一些什么坚果啊、优格，其实也都是算是护眼的食物，对，但是真的还是会觉得说，吃了那么多，然后包括我自己还要补充很多的鱼油什么的，就都没感。但是宝杰哥，我跟你说，最近就是我主播朋友推荐一个，我觉得蛮厉害的，对，就是那个是用喝的，你有听过叶黄素用喝的吗？叶黄素用喝的，叶黄素用喝的，就是因为它的吸收会比较快，对。然后因为我自己就是像刚刚讲说前面。吃了非常非常多的鱼油，然后我刚好就是上个月吧停了一阵子，然后我就发现说，我真的是打字打到就是觉得我视线一片模糊，就有点像宝杰哥你刚刚讲说你在开车的时候突然一边看不到这样，然后我是打字打到一半，因为太专注了，然后就视线模糊，然后或者是进棚录影，就是那个打字报看不到这样子，对，然后我才就是试试看，就是主播朋友推荐的这个。叶黄素饮，它是用喝的，然后我真的不骗你，一天1包就蛮有感觉，就是会蛮舒服的啦。对，然后就是发现说，它里面因为刚刚讲到说浓度嘛，那它里面是有28毫克的游离型叶黄素，然后也有强调说它是有就是一个抗蓝光的北虫草的成分。那像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其实在医生来看的话是。的确是会对我们的干眼症啊，或者是眼睛保养上面是有帮助的吗？就如果饮食上不均衡，对我觉得适量补充是 OK 的啊，就是增加某些特别护眼的营养素，对，尤其在你很需要它的时候。好，那另外一个是，我们现在台湾很多的问题都是跟你的高度近视有关。那刚刚讲的，就是说像我们家小朋友就是1000度，然后呢，我们家几乎每个都有眼镜。然后现在有一种说法是，我如果高度近视，我去做雷射。也很多人讲说，那现在很多眼科，比如不管你是高度近视啦，不管你是老花眼啦，不管你是这个白内障，
我手术就好啦，我手术就可以解决啦，那我需要这么担心吗？还是说，其实手术是治标不治本？其实手术它其实带来的后遗症跟风险，其实也是我们要注意。就像刚刚希姐讲的，它就是雷射手术之后就有非常严重的干眼症，超级干，真的。我们首先要先厘清第一个高度近视，大家猜猜看，高度近视几度叫高度？我知道500，对，500，以前是600哦，现在世界卫生小学就已经达到。对，所以像我在看门诊啦，有时候连那个小朋友一年级的来，就已经达标。哇，对，所以其实就说在台湾大家要正视这个问题。那很多家长会这么放心的让小孩这样子近视自由发展，原因就是他们对于近视手术有一些迷思。就像宝杰哥说的，我觉得我手术雷射好了就好了。对，觉得人生一切重来归零。对，他觉得有什么关系？就是2000就2000，3000又3000，以现在的技术归零，一切就重来，干嘛那么认真？我以前有个同事，他跟我讲，他就做雷射手术。就以前我在这个中外的 partner， 他说他觉得他形容很好笑，他说他雷射完那天回到家，他洗澡，他说他已经几十年没有看到自己的脚趾头了。洗澡的时候不是要把眼镜拿掉，怎么看不到？他说其他办公室眼镜拿出来就蒙蒙的都看不到。他说那天洗澡第一次往下看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脚趾头，他就觉得他的人生一片光明。可是真的就这样子吗？对，很多人手术后以为他宛若新生，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真的不是。不是吗？手术呢，其实它就是改变我们的角膜曲度。就是利用气化啦或一些雷射现在的手术来改变你的屈光，它取代的就是你的眼镜或隐形眼镜，它让你得到比较便利的视力。对。但是呢，我们的高度近视问题不在前面，在后面。就是有点像吹气球，你把气球越吹越大，你就会知道再来要离它远一点，对不对？因为它随便一摸它都会破掉。对，高度近视一样。就是当你一个水球、气球吹得很大的时候，它其实是变形，它不会是远远的长大，它其实是有点像轴长。所以我们在做近视防控，我们很强调叫轴长，因为它叫轴性近视，它的气球不是远远的等大，它是长长的变长。所以很多人说高度近视眼镜摘下来很像金鱼眼，是真的哦。因为你的眼睛凸凸的，对，因为你眼球变长了，但是变长相对是怎么样？你的视网膜、视神经的一些正常的构造已经扭曲改变，所以你的视网膜特别薄，你的视神经很多，它的那个视网膜后面的分层是分开的，你从就是高度近视的那一刻起，它就分开。所以你说做完近视雷射之后，这些视神经会重新接回去吗？然后它的视网膜会变厚吗？不会哦，就是它就是长那样。所以因为高度近视，所以很多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黄斑部病变、视网膜剥离，尤其这4个，它的风险是高于没有高度近视的人。但是不会因为你把角膜做了手术治疗，你的这些状况就改变，就是你的危险度1分1毫都没有降低。你的炸弹就一直在眼睛里面。对。好，那这中间有一个，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所谓的眼睛的雷射手术是越来越进步的，是一堆我不知道。可是我的意思说，我用比较好的手术对我的眼睛的伤害或副作用，我不同的手术，我的副作用跟我的对眼睛的伤害会有不一样吗？因为我们现在近视雷射基本上还是分在角膜上做手术还有一个我们最新一代叫植入型的微型隐形眼镜所以应该说，如果大家比较担心，比如说干眼症或者是度数过深无法完全矫正，当然现在新一代的这个植入的微型隐形眼镜，这个也是一个算是近视雷射的一个最新的革命。它就是放一镜片在我眼睛里面，就是一个矫正度数的微型的隐形眼镜，它取代你角膜需要气化消切的这个部分。就我不切角膜了，对，直接放一个东西在上面。对，那它可逆，因为很多人对近视雷射担心，就是我把角膜气化消切，可能会得到是比如说干眼症，对，或有的人可能夜间会容易眩光那这些问题呢，在这个改革之后，对，因为角膜已经不动手术，当然它还有它的其他的安全考量，因为每个手术它有不一样的适应性，对，只是说当然这个部分它慢慢在提升。那如果说针对干眼症这个部分，对，也许啦，大家也可以考虑这个新的，但是基本上前提都要做完整的检查啦。就是我贴那个东西会互斥吗？因为我们知道你在身体里面放任何东西都会互斥。这个东西会有互斥的问题？不会，因为这个技术在国外也很多年了，几十年，就有点像我们在做白内障，我们会植入一个人工
的水晶体，对，那这个微型的隐形眼镜有一点像人工水晶体的概念，对，所以像我自己开白内障已经20几年，我们有些开到20年回来的病患状况都还很稳定，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生物相容性非常高的材质。那钟医师，我想要请问，像我是已经做过雷射手术的，那万一有一天他又回来了，那我度数会再增加。万一我可以去做像刚刚讲的那个植入性的，如果角膜或者是眼球构造许可，当然也是一个方式。那当然要看你回来，不过因为你很年轻啦，有些人是可能隔了几十年，慢慢也有白内障，所以这个要看你发生当下的年纪，还有你的条件来决定。就是说，你如果真的都不想戴眼镜，因为慢慢的也还会有一个问题叫老花不只是近视。因为我大概是20年前做的雷射手术，然后中间过了20岁，20加20就是现在我的年龄。那我就会害怕说，我迈入4之后，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开始老花的问题会出现。像我其实最近真的，我觉得我看东西对焦换焦要有一点那个。那还能动手术吗？要看你角膜条件，因为现在应该说，老花、近视、雷射也有一些比较新的革新的一些技术。对，那当然也有我刚刚说的这个植入型的微型隐形眼镜，这个都是我们眼科界就是每隔几年就有一个很大的跃进，就是往前的进步。对，那我觉得就是要看每个人他的当下或者是评估，譬如说你之后的10-20年，你会需要譬如说考量老花，除了近视之外考量老花，那还有一个就是也许到60岁、70岁有白内障，所以这个考量的选择的手术方式就不太一样。非常谢谢您的留言，而您的留言我们都会来仔细的阅读。我们非常谢谢施娜77，你说谢谢我们的制作团队的精良内容，他小心意，我们也感受到你的心意，我们也会努力的来制作您喜欢的一个内容。那我们也非常的感谢这个是 Bo Dream Came True Bo。然后呢，你说谢谢我的用心访问，你谢谢洪医师认真教学有关肾的健康这个知识。现在对于这种健康医疗是我们在网络的部分非常认真要耕耘的一块。我们当然希望台湾未来是一个强壮的国家，台湾未来也是一个伟大而这个健康的国家。另外，我们也感谢了这个 QB Jackie。那你说我们导正了台湾往正向的道路的无形力量，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因为我们相信说，走对方向，走正确的路，比什么都还重要。那我们也非常谢谢这个 Albert 王，他说你深有同感，从大中小去观看事情，希望能够找到不同的产业来说说他们的成长趋势。我们知道现在台湾的整个产业趋势是呈现一个大爆发的状况，现在连韩国都非常的紧张，所以未来我们也会多报道这种产业趋势。我们希望大家共同来成长。另外就是非常谢谢林立清 D2S， 他说你现在看到了伊隆马斯克的打不败神话，现在台积电的50公里的强大供应链，我们现在也会针对这些国际趋势，而且在整个国际变化的当中，台湾我们到底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然后那我们也看到了，另外就是这个 Lovely 这个您提到的，就是说感谢我们精辟的见解，把台湾的情势诠释得非常的清楚，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努力的方向。因为台湾一直在往前走，台湾的往前走，我们要相信台湾。另外就是这个所谓的7-5里面，你特别就感谢，我们也感受到您的这个对我们的肯定。我们真的非常谢谢。另外就是这个蓝静，你说谢谢我们制作优质的节目，他是一个退休人士，支持台湾，我们也希望整个台湾一起来进步。另外就是这个 Boy K， 然后呢，你说谢谢我们提供这个内容，然后您说您是政大传院的学生，那我们也非常谢谢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非常努力的来感谢您对我们的一个喜爱。另外就是 Kenny KH4TC， 那你说很久没有看到宋老师了，也就宋国成宋老师，那你当然我们在两岸国际之间，我们也会多做这样的一个报道，甚至有一个 Helen Pan。然后呢，你说谢谢明老师，明老师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访问的来宾，未来他也会定期来上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您这个喜欢我们也会非常认真，我们非常感谢，因为这么多人喜欢我，对我们来讲那是一种责任，那也是一种我们需要的这种所谓的使命，我们会好好的把这些工作做好。谢谢。